迪丽热巴高跟鞋崩裂照亮相红毯，网友真厉害，现场镇定自若。迪丽热巴穿的细高跟凉鞋后跟竟然断了，鞋底和鞋跟分开了，痕迹看着很新，显得像突然出了问题。不过现场完全没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在10月2日举行的迪奥2025春夏系列巴黎时装周上，这位中国女明星展现了满满的专业素养，意外中赢得了网友们的一片称赞。还在接受 Vogue 采访的时候，她还调侃说看完秀最想脱掉高跟鞋，巧妙地缓解了尴尬状况，却没有提到那次鞋跟出事的事。事故发生在公开活动当中，迪丽热巴还是按惯例完成看秀、媒体采访以及拍摄等一系列程序。通过网上泄露的画面来看，鞋跟几乎快掉下来，场面看上去挺危险的。作为穿鞋的人，迪丽热巴自己应该早就察觉到鞋跟快掉了，但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走路依旧稳稳当当的。现场画面里，她给周围的人挥手打招呼，还用手挡住太阳，身上的硬朗反应真是让人佩服不已。网友回忆起她早些年在快乐大本营现场修伞，在春晚舞台上踢走升降台暖宝宝的那些经典应变瞬间，不禁感叹姐的危机处理简直可以写进教科书。这次巴黎时装周上，迪丽热巴凭借几套令人眼前一亮的造型，稳稳占据了焦点位置。她穿着 Dior 的蓝色无袖花卉套裙，裙子用不对称设计加上精致的珠绣工艺，立体刺绣的花朵仿佛打造出一个梦幻般的春日花园。作为迪奥的全球品牌大使，她这次获得了国内艺人中唯一的秀前试装资格。这套服装是由新任创意总监 Jonathan Anderson 亲手为她量身定制的，外媒称这个造型拥有春日花园般的梦幻感觉。在直播中近距离的特写里，没经过修饰的她依然被夸像橱窗里的洋娃娃，仿佛真活了过来似的。回想迪丽热巴走过的时尚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完全摆脱标签束缚的经典范例。2018年刚一火起来，她总被贴上异域美女的标签，成了固有印象里的代表。她从开始推理吧里的暗黑芭比风格，到爱感十足的黑色蕾丝造型，再到这次的甜美复古打扮，一直在打破单一的审美标准。迪丽热巴曾在采访时提到过，自信其实来自每一次试过以后，遇到挫折又重新爬起来的那份坚持。双引号，迪丽热巴的演艺路子可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到了2018年，她凭借漂亮的李慧珍拿下了金鹰奖的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和最具人气女演员2个奖项，算是大放异彩了。不过，这个奖项也引起不少争论，许多粉丝和网友觉得作品的水准跟奖项不太搭界，结果有人开始调侃她水后。遇到质疑时，迪丽热巴没多说什么，就静静地选择专注于转变自己。几年来一路努力在转型上摸索。为了演好女警察这个角色，迪丽热巴接下来拍了正剧《利剑玫瑰》，她提前好几个月就跑到重庆，住进城中村，跟着真正的刑警一起出任务，学擒拿，还练了方言。她的付出得到了认可，甚至人民日报连续几天都在发文推荐，还配上视频大夸一番。鞋跟1岁，消息一传开，立马引发热烈讨论。网友们纷纷称赞她未断跟走出超范儿，还说她的反应简直是爽文女主临场炸裂。国外媒体的实拍图更是让人惊叹，生图战神这个称号都不为过。照片里，她那迷人的颜值和强大的气场完全没有受到事故的影响，依旧气势十足，亮眼非常。在一片赞美声中，也开始有人提出疑问。有些人指出，国际时装秀上鞋跟断裂的事情挺少见的，很可能是 Dior 的品控出了问题。粉丝们纷纷指责造型团队没提前检查装备，直接让艺人陷入危险，专业水平让人很担心。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说，真正的超模范儿不光是在 T 台上展现，面对突发状况时那份淡定自若才是真本事。双引号，
从被调侃水后变成了被夸生图战神，从红毯上的绝美佳人到实力派演员，迪丽热巴的成长轨迹就像那次鞋跟断裂的事故，虽然一路荆棘满布，但她始终走得稳稳当当。在刚刚落幕的巴黎时装周上，迪丽热巴再次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即便在突发状况，高跟鞋后跟断裂的意外发生时，她依旧保持优雅自若的姿态，用无懈可击的气场与从容淡定的态度征服了全场观众。这样的表现不仅展现了她作为演员与公众人物的职业素养，更让人看见了她在时尚舞台上的非凡影响力。时装周的红毯一向是各大明星竞相争艳的战场，而热巴能够在群星璀璨的巴黎舞台上脱颖而出，靠的不只是外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与掌控力。她身着迪奥特别为其量身定制的蓝色花卉刺绣礼服，仿佛步入春日花园，优雅灵动，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浪漫与力量的平衡。外媒用像活过来的橱窗洋娃娃来形容她，可见她的美不仅停留在镜头中，更在现场氛围里具备强大感染力。值得一提的是，鞋跟断裂本是足以令人慌乱的突发事件，但迪丽热巴却凭借稳健的步伐与自如的笑容化险为夷。网友感叹她断跟走出超范儿，趁这种从容大气才是真正的超模风范。这份临危不乱的姿态，不仅展示了她的职业性格，更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优雅从容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事实上，迪丽热巴的时尚影响力早已突破了单纯的明星红毯造型。她从不被单一的异域美女标签束缚，而是在一次次大胆尝试中拓展时尚的边界。从冷艳暗黑到甜美复古，从爱未来感到花园梦幻风，她不断解锁全新的造型风格，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真正的百变女王。这种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也使她逐渐成为国内外时尚界瞩目的标杆人物。从水后的质疑到生图战神的赞誉，迪丽热巴用自身的努力和成长，书写了一段属于她的逆袭故事。巴黎时装周的这一场断跟惊险，不仅没有削弱她的光彩，反而让人更加坚定地相信，她的魅力远不止于表面。她不仅是一位颜值与气质兼备的女星，更是当下时尚潮流中不可忽视的灵感缪斯。可以说，这一次的巴黎之行，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迪丽热巴早已不只是观众心中的美人，更是新时代女性的时尚符号与力量象征。未来，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仍将持续扩大，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与期待。迪丽热巴金智秀试装花絮刷屏，迪奥高定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时尚密码？巴黎时装周热度飙升，迪奥大秀的试装花絮成了吃瓜群众的新宠儿。迪丽热巴和金智秀两位风格迥异的女神在试装环节同台备战，让网友直呼这是时尚角斗场的顶级对决。迪丽热巴金智秀迪奥大秀试装花絮话题阅读量超2200万，这场高定大秀的前奏不仅是流量收割机，更是艺术工艺的露天课堂。高定礼服的魅力在花絮中被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一件蓝色礼服上密密麻麻的刺绣，仿佛是在炫技，每一针都是手工坊的心血。穿上它的金智秀看起来像从巴黎画廊里走出的油画人物。礼服剪裁简约，却藏着满满的设计考量。戴上仅此一件的礼服，金智秀的整个气质都透着清冷精致的味道。另一边的迪丽热巴则以一身牛油果绿的礼裙狠狠抓住网友的眼球。这件礼服细节拉满，超大蝴蝶结的设计不仅不显浮夸，反而被她穿出了满满的贵气。据说试装团队在这一礼服的剪裁上线条上进行了反复调整，为的就是让她的身材曲线和礼服设计形成无缝衔接。最后的效果直接封神，一位网友甚至调侃，别人穿抹胸礼服是灾难现场，热巴穿却恍如富家千金出门逛街。就问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视觉冲击？然而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不是一场单纯的造型比拼，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风格碰撞。金智秀的蓝色礼服凸显气质干净，
带着人与高定融合的优雅，而迪丽热巴的牛油果绿礼裙则充满了大气和附加感，一冷一暖，一柔一刚，让人直接对迪奥大秀的最终现场几乎咬牙刷着期待值。不少网友感叹，这才是真正的时尚修罗场，拼的已经不是颜值，拼的是会不会把礼服驾驭成故事了。双引号。当然，这场大秀之所以还能出圈，不仅仅靠明星同场带来的热度，更在于迪奥试妆花絮里的用心展现。一件高定礼服并不是从设计稿到展现的简单过程，而是经历了无数次调整，无数工匠参与打磨的工艺品，每一个细节都在释放着品牌的匠心。也难怪好奇心爆棚的网友会刷出高定背后的故事，个人造型已然成为一个入口，而品牌文化才是迪奥的真正杀手锏。但是话说回来，高定大秀背后那么多的努力，到底值不值得？人类真的需要几千次针线修正的金贵礼服吗？或者说，这些反复雕琢的工艺，仅仅是为了满足少数群体的审美需求？每当如此场面铺陈开来，总让人不免产生新的思考。在巴黎时装周的舞台上，星光璀璨，品牌璀璨，但真正能成为全场焦点的，往往只有少数几位。而在这次迪奥的高定试妆花絮中，迪丽热巴无疑再次证明了她作为时尚宠儿的不可替代性。不同于金智秀的冷艳高压，迪丽热巴选择了一袭牛油果绿色礼裙，搭配夸张却极具设计感的蝴蝶结。这套礼服对身材比例与气质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便可能显得笨重或浮夸，但在迪丽热巴的演绎下，却转化为一种令人惊叹的贵气与大方。网友的形容颇为传神，别人穿是灾难现场，热巴穿就是富家千金的日常。这不仅是对礼服驾驭力的认可，更是对她本身气场的最大褒奖。事实上，从早年的异域美人标签到如今的时尚缪斯，迪丽热巴一直在不断打破外界的固有印象。她懂得在每一次公开亮相中，用神态与姿态传递独特的故事。镜头中的她，不只是美丽的外表，更是一种从容而自信的力量。即便只是一次试妆花絮，热巴也能凭借眼神与举手投足，将礼服穿出叙事感，这就是她的特别之处。时尚圈向来不缺漂亮的面孔，但缺少能让观众记住的瞬间。而迪丽热巴创造名场面的能力已经成为她的标志。从红毯到秀场，从荧幕到街拍，她始终能在光影中留下鲜明的印记。她的神态既能甜美灵动，也能大气优压，这种百变感与控制力，正是品牌们趋之若鹜的原因。更值得关注的是，迪丽热巴并非只是漂亮的代言人，她的气质里流露出一种现代女性的独立与坚韧。试妆现场的从容，传递出她作为公众人物所展现的职业素养。时尚于她而言，已不只是华服加身的表象，而是一种影响力的延伸。她在引领潮流的同时，也成为年轻女性心中的灵感符号。可以说，迪丽热巴已经完成了从流量小花到时尚缪斯的蜕变。她不仅是品牌大秀上的焦点嘉宾，更是当下时尚语境中不可或缺的叙事主体。未来，她是否会继续在国际舞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时尚传奇，值得我们拭目以待。迪丽热巴 ins 更新引热议，迪奥总监秒赞背后的魅力密码。10月2日，迪丽热巴的 ins 终于更新啦！这一消息让外网粉丝们兴奋不已，仿佛僵尸都被唤醒了。迪奥全球公关总监更是秒赞还评论，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此次更新内容是迪丽热巴亮相迪奥2026春夏大秀的相关照片。她身着品牌未发布的超季款蓝色无袖连衣裙，惊艳全场。裙身点缀着立体花朵重工刺绣，搭配浅金色波浪卷发与空气刘海，妆容精致，凸显出她立体的五官，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真人芭比。时尚魅力，中雕明珠的闪耀。迪丽热巴作为迪奥全球品牌大使，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时尚表现力备受关注。在这次迪奥大秀上，
她的造型尽显清新优雅的千金感，外媒更是赋予她中雕明珠的赞誉。现场，她与迪奥全球公关总监携手入场，生图状态出众，闪闪发光，让粉丝们直呼美到窒息，橱窗娃娃成精。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成为时尚界的焦点，不仅展现了自身的魅力，也为迪奥品牌增添了独特的光彩，进一步印证了双方的紧密合作关系。合作佳话与迪奥的深度关联。迪丽热巴与迪奥的合作由来已久，从最初的合作到如今成为品牌的重要大使，她在迪奥的各种活动和秀场中都留下了精彩的身影。迪奥全球公关总监对她的关注和认可也不是一朝一夕，早在去年迪奥在外网官宣热巴之际，全球公关总监就曾转发热巴给迪奥拍摄的全球广告企划相关内容，并去热巴 ins 主页点赞。此次秒赞评论更是体现了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说明迪奥对迪丽热巴时尚地位和影响力的高度重视。粉丝狂欢，全球热度高涨。迪丽热巴的 ins 更新瞬间在国内外粉丝群体中引发了狂欢，外网粉丝们等待已久，终于等到了偶像的新动态，纷纷在评论区留言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而国内粉丝同样热情高涨，大家都为迪丽热巴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她的这组照片在1小时内就获得了大量点赞，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热搜，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再次证明了她强大的粉丝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巴黎时装周的聚光灯下，迪丽热巴的一次社交媒体更新足以引爆全网。10月2日，她在 ins 上发布的 DIOR 2026春夏大秀造型照，不仅令粉丝们欢呼雀跃，更收获了 DIOR 全球公关总监的秒赞与评论。这种近乎本能的反应，足见迪丽热巴在 Dior 眼中的独特分量。她不仅是品牌的代言人，更已成为秀场上无法忽视的东方明珠。这组照片中，迪丽热巴选择了一袭未发布的蓝色无袖礼裙，点缀着繁复的立体花朵刺绣，精致的工艺与她天生的高挑身材相得益彰，而浅金色波浪卷发与空气刘海的搭配，则赋予她宛如童话般的梦幻气质。媒体形容她宛若真人芭比，这并非夸张，而是对她神态与氛围感的真实描绘。许多网友直言，迪丽热巴的亮相不仅是在展示一件礼服，更是在演绎一段关于优雅与梦幻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 Dior 全球公关总监的及时互动，不仅体现了对她个人魅力的赞许，也透露出品牌对她长期合作的高度重视。从早期的广告拍摄，到如今成为 Dior 全球品牌大使，迪丽热巴与 Dior 的关系已不再是简单的明星与品牌，而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艺术契合。可以说，她每一次出现在 Dior 秀场，都是 Dior 与东方市场之间的最佳沟通桥梁。外媒更是给予了她中雕明珠的评价。这一称呼既强调了她在中国艺人中的独特地位，也象征着她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璀璨光芒。与其说这是对她造型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她综合实力的一种认可。从美貌到气质，从话题度到号召力，她都具备让品牌与媒体无法忽视的影响力。从粉丝层面来看，这次 ins 更新的意义也非同小可。海外粉丝的热情评论，国内网友的热搜追捧，都说明迪丽热巴早已突破地域限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偶像。她的身影不再局限于影视剧角色，而是逐渐与时尚国际化画上等号。或许有人会问，为何同样一条 ins 更新，迪丽热巴能引发如此巨大反响？答案就在于她自身的独特气质与积累已久的影响力。她不仅有颜值和身材，更有不断精进的时尚表现力和与品牌之间的默契。这种综合魅力，正是让 Dior 公关总监秒赞的密码所在。可以预见，随着迪丽热巴在国际时尚舞台上的频繁亮相，她的名字将与更多高奢品牌、更多全球话题紧密相连。她不再只是中国观众熟悉的演员，
更是正在全球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时尚富号。迪丽热巴与张馨予巴黎聚餐，10年友情相聚，温馨颜值出众。最近有网友在巴黎街头碰巧拍到了迪丽热巴和张馨予正在小餐馆吃饭的画面，照片没什么刻意摆拍，两个人就是一边聊天一边随意吃着甜点，气氛里都是轻松自在。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私下关系不错，但能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这么自然的相聚，还是让不少人心生羡慕。那天迪丽热巴穿着一件亮黄色的毛呢外套，配了顶黑色帽子，打扮得很有巴黎范。她的侧脸线条很美，脸瘦小巧，眉眼间都是精致。张馨予则显得松弛很多，一身白 T 恤配牛仔裤，头发随意披在肩上，整个人看起来没什么包袱。其实朋友之间越熟，越不用在意外在这些细节，对方才是最舒服的港湾。照片里张馨予正低头吃着甜品，迪丽热巴则认真地跟他说着话，两个人之间没有距离感，像极了很多人生活里的闺蜜时刻。其实他们的交情并不是临时的热络，而是一路走来的陪伴。最早能追溯到2015年米兰时装周，热巴第一次去欧洲参加活动，语言不太通，张馨予正好在场，主动帮她做翻译，俩人就这么认识了。有时候朋友的缘分就是在最需要的时候对方伸手拉你一把，后来的故事就这么慢慢铺开。再后来，两人在电视剧《幸福》触手可及，里各自出演角色，合作之后关系更进一步。10年时间里，娱乐圈风云变幻，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友谊，其实挺不容易。不少网友看到巴黎偶遇的照片，纷纷表示这才是闺蜜该有的样子，有个能一起吃甜品、聊八卦的朋友太幸福了。也有人感叹，娱乐圈光鲜亮丽，但真正能走下去的关系其实很少。大家都知道，明星之间表面风光，实际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毕竟竞争压力、外界舆论都可能让人避险而行。可是像热巴和张馨予这样，能在彼此最脆弱或者最开心的时候都在身边，确实很难得。其实不光是他们，很多普通人也会在某一刻发现，身边那个陪你走过风雨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的朋友。10年的友情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一次次相互信任和守护的积累。有人说成年人的友谊很脆弱，其实只要彼此用心对待，每一次见面都能像第一次一样开心。有时候我们总在生活里忙于奔波，把最亲近的人忽略在角落。看到热巴和张馨予的故事，可能也会提醒大家，朋友之间哪怕再忙，也要抽空见见面，哪怕只是一起吃个甜品，聊聊家常。毕竟世界那么大，能有一个人愿意陪你走过10年，已经是很奢侈的幸福了。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陪伴多年的好朋友，也别吝惜表达你的珍惜和感激。哪怕只是发个消息，约个饭，都比什么都不说要温暖得多。人生路上，友情本来就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幸遇到，就一定要用心守护。在瞬息万变的娱乐圈，聚散如风，友情往往是最脆弱的存在。名利的冲击、舆论的压力、竞争的暗流，都可能让原本亲密的人渐行渐远。然而，近日巴黎街头的一组画面，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迪丽热巴与张馨予在小餐馆里轻松聚餐，10年友情如初，成为娱乐圈中少见的温暖注脚。当天，迪丽热巴身着亮黄色毛呢外套，黑色帽子勾勒出她干净利落的气质，侧脸线条优雅精致。张馨予则素净随性，一件白 T 配牛仔裤，毫无包袱。他们没有刻意的摆拍，没有刻意的造型，只是自在聊天，共享甜点，却让人感受到一种真挚而纯粹的情感。要知道，在娱乐圈这样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友情常常经不起考验。利益分配、资源竞争，甚至外界的舆论炒作，都可能成为阻碍。多少明星因同台而被媒体硬生生拉对比，多少合作因话题而被渲染为明争暗斗。
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保持10年如一日的陪伴，本身就极为不易。回望两人的交情，起点颇具温情。2015年米兰时装周，初到国际舞台的迪丽热巴语言受阻，张馨予伸手相助，主动做翻译，这个小小的举动成为两人缘分的开端。此后，他们在电视剧《幸福》触手可及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了感情。10年来，不论外界如何变化，他们始终保持着真诚的连结。这份友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功利的计算。张馨予曾坦言，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真心，而迪丽热巴也一贯以温柔重情著称。他们之间的陪伴，不是出于曝光与话题，而是基于信任与守护。娱乐圈中难得的无杂质关系，让观众看到友情最质朴的模样。对于迪丽热巴而言，她不仅在事业上持续闪耀，更在生活中展现了重情重义的一面。这样的她，不只是荧幕上的女神，更是一个懂得珍惜友情的真性情女子。正因如此，她的美丽才更加立体，不仅是外貌的光彩，更是人格的魅力。或许，这也是这段友情之所以让人动容的原因。在光鲜耀眼的娱乐圈，人们太习惯看到短暂的连结与表面的热络，而迪丽热巴与张馨予的10年同行，则告诉我们，真正的友情可以穿越名利的考验，经得起岁月的沉淀。在喧嚣的舞台背后，他们用行动证明，真心依然可以长久，真情依然值得守护。这不仅是他们的故事，更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启示。宋亚轩有点太了解迪丽热巴了，热巴姐姐肯定喜欢。2025年10月3日，王牌对王牌的一场游戏，让迪丽热巴这个名字再次冲上热搜，但这一次，焦点不在她本人，而在一个脱口而出全名的年轻人宋亚轩。当节目组提出说出一位新疆籍艺人，且名字不能是4个字时，宋亚轩先答迪丽热巴，因规则不符被判定错误。可紧接着，他毫不犹豫地补上全名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那一刻，现场一阵惊叹，镜头扫过其他嘉宾，眼神里满是意外与佩服。这个看似微小的细节，却像一颗石子投入舆论湖面，激起层层涟漪。在大多数人印象里，迪丽热巴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字，4个字简洁响亮，辨识度极高。可真正能完整说出她维吾尔族全名的人并不多。而宋亚轩不仅知道，还能在压力之下精准还原本名加辅名的传统命名结构，这背后不只是记性好那么简单。维吾尔族姓名文化中，全名承载着家族血脉与身份认同。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意为心爱的美人，其中迪丽穆拉提是父亲的名字，是文化的一部分。宋亚轩的回应，无意间成了一次生动的文化科普，也让观众看到新生代艺人对行业前辈的尊重和对多元文化的理解。这件事之所以引发热议，不仅因为答对了，更因为它发生在一个高度娱乐化的综艺语境里。在秒答抢答成为常态的竞技环节，一个年轻人愿意花心思去了解同行的背景信息，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网友翻出迪丽热巴早年在《奔跑吧》中亲自解释全名的片段，说明这些信息虽公开，却少有人真正留意。宋亚轩的秒出全名，不是巧合，而是长期关注与职业敏感的体现。这或许正是当下娱乐圈稀缺的专业感，不靠炒作博眼球，而是用细节赢得尊重。舆论场上反应两极，粉丝群体自然欣喜若狂，趁这是双旦的梦幻联动，甚至喊话快合作。影视圈从业者也点赞其敬业认真，认为这是年轻艺人该有的样子。但也有声音冷静指出，迪丽热巴作为顶流，全名并非冷知识，不必过度拔高。更有网友质疑节目组年年 Q 热巴却不请人，疑似借名炒作。这些争议恰恰说明，公众对真诚与表演的界限愈发敏感。好在宋亚轩的反应来得自然，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夸张演绎，正因真实，才经得起推敲。
巧合的是，同场节目中，关晓彤一句调侃让宋亚轩瞬间脸红，话题宋亚轩1秒红温迅速破1000万阅读。从全民应答到害羞脸红，两个瞬间拼凑出一个立体的年轻人形象，既有文化积累的沉稳，也有属于少年的羞涩与真实。这种反差萌，正是综艺节目的破圈密码。观众厌倦了精心设计的人设，反而被这种不经意流露的本真打动。回想几年前他与关晓彤排练双人舞时的拘谨，再到如今能互对打闹的冤种姐弟，成长轨迹清晰可见，也让人愿意相信这份了解并非表演，而是日积月累的行业素养。事件的深层价值还在于它折射出当下娱乐圈的一种转型趋势。过去流量靠话题，靠绯闻，靠剪辑，如今一个名字，一次脸红，一份尊重，也能成为传播支点。宋亚轩的青涩少年感与其待播电影《镜山水》中的校园男神形象悄然呼应，形成角色与本人的良性联动。而迪丽热巴的待播巨销启清壤木须辞预约量也因这场意外热度上涨，堪称隐性双赢。这说明真正的关注度依然属于那些愿意沉下心来尊重他人、尊重文化的艺人。当然，也要警惕过度解读。目前并无证据表明宋亚轩与迪丽热巴有私交，所谓梦幻联动更多是粉丝的情感投射。我们欣赏这份了解，但不必将其神化。真正值得记住的是那个在游戏环节中认真思考、准确作答的瞬间。它提醒我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用心去了解一个人、一种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综艺终会结束，热搜也会翻篇，但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这个名字被更多人记住，维吾尔族的命名文化被更多人了解，这或许就是娱乐之外最朴素的价值。而宋亚轩用一个名字，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流量从来不是喧嚣的回声，而是尊重与真诚激起的共鸣。在最新一期《王牌对王牌》中，一段看似轻松的游戏桥段，却意外让迪丽热巴再次成为舆论中心。宋亚轩在回答问题时，不仅准确说出了迪丽热巴这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更完整地复述了她的全名：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这一细节犹如一枚火花，引燃了大众对于文化认同与明星影响力的讨论。在娱乐圈里，能够以4个字的名字就打下全民知名度，本身已经是顶流的象征。但热巴的影响力显然不止于此。当她的全名被年轻艺人准确无误地说出时，人们不仅仅是在回顾一个名字，而是在通过这个名字重新认识一段文化。维吾尔族的姓名传统承载着家族血脉与身份延续，而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的背后是多元文化在当代中国娱乐语境中的一种展现。这正是迪丽热巴的独特价值所在。作为维吾尔族演员，她不仅凭借亮眼的外貌与出色的演技赢得大众喜爱，更在潜移默化中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者与代言人。她的名字、她的身份、她的作品，正在悄然拓宽公众对于民族多样性的理解。可以说，每一次她的出现，都不仅仅是娱乐事件，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闪耀。外界对于宋亚轩秒答全名的称赞，本质上也是对热巴影响力的再次确认。一个年轻艺人之所以能如此熟稔地记住他的全名，并在公众场合自然流露，背后是热巴多年来在行业与观众心中积累的地位。他的名字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烙印，一种代表着尊重与认同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还折射出娱乐产业中的另一层意义。过去，明星常常依靠话题、绯闻或炒作维持热度，而如今，迪丽热巴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流量逻辑。她的文化象征与社会意义，使得任何与她相关的细节都能引发广泛关注。这种影响力，正是顶级艺人与流量明星之间的本质差别。正因如此，迪丽热巴的名字被记住，远远不是一场综艺的插曲，
而是一次关于文化记忆的集体重申。她不仅是影视作品中的女主角，更是跨越时尚、娱乐与文化语境的公共人物。她代表的不仅是个人魅力，而是更为宏大的价值、多元、包容、尊重与认同。综艺会结束，热搜会翻篇，但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记住。它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更是一个文化的符号。可以说，迪丽热巴已经超越了明星的范畴，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迪丽热巴时装周惊艳变身，蓝黄配清新如夏日汽水。迪丽热巴在迪奥2025早春大秀的造型真的杀疯了，告别以往明艳女王风，这次用薄荷蓝西装加鹅黄缎面裙的搭配完美拿捏清新感，站在巴黎街头就像一杯冒泡的莫吉托。下车瞬间，风吹裙摆扬起15度，被抓拍成外媒头版。飞吻3连，对粉丝比心眨眼抛吻，抖音切片播放破亿。秀场托腮，专注看秀实测颜如雕塑，睫毛阴影都精致。外媒评价 Vogue 法国版，她让高定变得生动有趣。时尚评论人 BOF， 东方美人演绎法是慵懒的新范式。推特热词 Durabadire 登顶多国趋势榜。网友热评：这套配色好像蓝天拥抱向日葵。双引号。他飞吻时，我手机屏幕都起雾了。建议迪奥直接官宣热巴为终身代言人。你给热巴这波清新风打几分？在巴黎时装周的舞台上，迪丽热巴用一次清新蜕变，刷新了大众对她的固有印象。过去的红毯与时尚秀场上，她常常以艳丽高贵的造型示人，强烈的女王气场让人一眼难忘。无论是亮片礼服的华丽闪耀，还是黑色长裙的冷艳气质，迪丽热巴似乎已经成为明艳女神的代名词。然而，这一次在迪奥2025早春大秀上，她选择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路线，薄荷蓝西装搭配鹅黄色缎面裙，颜色轻盈，线条柔和，宛如夏日微风般清爽。这样的配色让人感受到一种解锁新风格的惊喜，就像一杯沁亮的莫吉托，轻轻击中了观众的心弦。与以往的女王范相比，这次的热巴更亲近，更灵动。下车时，裙摆随风轻扬15度的瞬间，被外媒抓拍并迅速登上头版。对比她以往红毯上的精心准备，这一刻显得尤为自然，却更具震撼力。热巴的气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而是像阳光般温柔亲切，让人忍不住靠近。在秀场中，热巴静静托腮观看的侧颜也成为焦点。过去她的亮相往往以张扬夺目的造型为主，而这次的淡雅与克制，却让她的美被看得更细致。睫毛的阴影，眉眼的弧度，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显得恰到好处，仿佛雕塑般精致。外媒的评价同样折射出这种转变。Vogue 法国版称她让高定变得生动有趣，而 BOF 则认为她开创了东方美人演绎法式慵懒的新范式。这些赞誉不仅仅是对她外貌的认可，更是对她时尚表现力的肯定。与过去单纯的红毯女神不同，如今的热巴正在成为一个能够引领潮流、对话国际的时尚富号。社交媒体上，话题 Durabadire 登顶趋势榜，粉丝评论像蓝天拥抱向日葵。这种新鲜的比喻恰恰证明了她造型转变的成功。观众已经不再只把她视为漂亮女演员，而是能够不断带来惊喜与多样化表达的时尚偶像。可以说，从明艳霸气到清新灵动，迪丽热巴用一次次造型转变告诉大家，她不是被标签束缚的明星，而是拥有无限可能的艺术化身。正是这种不断突破的探索精神，让她在时尚舞台上持续发光，也让我们对她的下一次亮相充满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